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今天节目主持李作恒，来欢迎这一节要参与我们讨论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元谦的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国际战略学者林玉芳，大家好；淡大财经系教授聂建中，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来看到哦，是呢，现在呀，美中的谈判呐，两方终于是重启了谈判，大家都很关注有没有什么结果呢？第一阶段实质性呢，现在都降了115%的关税哦，这是一个重大的协议，而且呢，说未来还要建立经贸磋商的机制。那在这里头当中呢，对中国来讲，是不是就只有2个字，那就是对等呢？我们来看到川普啊，现在就说我们美中关系经过这一次谈判之后，会全面重置哦，而且还不断的喊话说，根本他们就没有意思要来伤害中国。很高兴呢，可以有进行到这样的对话哦。在休兵90天之后啊，现在大家都很关注啊，说呢，接下来美中的磋商会不会有达到一个更大的共识哦？那会不会恢复到呢这个145的关税哦？好，那川普呢就说，不会，大家不用太担心哦，说呢会大幅度的增加。那现在呢，美中啊已经暂缓了这个报复性关税了。川普呢更提案哦，说我们接下来啊，希望可以跟习近平通话。最大的目标是我们要打开中国大陆的市场，但是实质到底如何打开，现在看起来川普的回答还是没有比较具体的。好，那为什么呢？我们看为什么川普现在被视作说他的态度也放软呢？恐怕还是因为中国手握稀土这个筹码这张牌。好，我们看到川普啊就暗示哦，他说中国已经同意取消对于美国的这个非关税壁垒，那代表什么呢？如果谈判取得进展的话，中国可能会做出更大的让步，那这个让步什么？是不是就是针对稀土的出口管制？好，美国贸易代表呢也先喊话，先放话说，中方除了在关税让步之外，还同意取消对于稀土和磁铁的出口限制哦。但真的是如此吗？现在看起来似乎还是美国的一番说法。你看路透呢是这样讲的哦，他说呢，中国全面要解除稀土的出口限制啊，这个可能性还是偏低的。不过中国商务部确实可能会加快，比方说像是出口许可的申请啊，或者是不排除近期对于美国的买家核发证照，这是有机会的。但是你说要全部放宽不容易。好，那美国的媒体呢就有问到说，是不是会取消对于稀土的管制呢？大陆外交部发言人他说，会谈的具体情况，请你就看声明，不愿意再多做评论。但是似乎我们可以从央视哦，它里头提到的，说中国对于稀土的出口管制呢，还在进行当中，这也就是代表说什么？中国可能对于这个议题是不会轻易的做出退让的。好，不过从这一次啊贸易战来讲呢，虽然说现在中美贸易战看似是暂时的画下一个逗号哦，但是你看这就凸显什么呢？好，评论就认为说，这个日内瓦协议堪称是美国的一场全面撤退，这是证明说习近平的强力报复决定是正确的。好，另外呢还说这个标榜交易艺术的总统啊，他采用什么？他制造了一个贸易上的一个冲突哦，所以呢，这种危机的策略，希望借此可以获得全球对于经济的让步，尤其是中国。但是他面对的是一个实力相当，而且呢，或许啦更愿意忍受痛苦的一个经济大国的时候呢，这意味着呢，川普选择了退让。也宣布说，中国同意和他一起坐在谈判桌前是一场胜利哦。好，所以呢，这个港媒就直接指出来，他说关税战大幅提升了中国国际地位了，这也标志着说全球现在已经真正进入到美中两强的时代了。那似乎啊也暗示说啊，美国其实早就撑不住了吗？因为你看到在3周前呢，就有一场秘密会议哦，就是《金融时报》披露说呢，这是一个秘密会议当中，他们参加的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呢，就跟大陆的财政部长2个人会面了。那时候呢，就已经讨论到说，现在啊，两大经济体啊这样子互杠的状况已经几乎是完全瘫痪贸易了。这似乎也暗示说，美国也在这场贸易战当中真的是非常难以撑下去了。好，我们问赖老师怎么看说美中现在看似双方都有一些让步，115%的关税了，但是是不是其实对于这个美国来讲，它其实是退，很多说它是贵了。可以这么说了，贵趴了哦。美国他的团队，包括米伦、包括纳瓦罗，都是鹰派啊，非常的强力啊，这个主张啊，对中国大陆
或者对全世界实施贸易战。我觉得他们低估了中国大陆的一个从2018年一直到现在啊，他们经历过一次以后他们的准备期，他们低估了，所以他们认为当他们对中国大陆实施这个贸易战的时候，中国大陆会跪下来，会妥协。可是我觉得他们真的低估了。川普讲的说他没有意识要伤害中国，这是谎话，因为你是供给方，你是从汽车税、钢铝税一直到这个分摊利税到对等关税，你都是不断的出手。那所以你是供给方，你的目的就是要遏制中国的发展，你要中国大陆屈服妥协，大陆起身对抗，全世界唯一的国家起身对抗。那我们强调很多遍，贸易战没有赢家，只有输家，没有赢家。那考验的是谁撑得下去，谁撑得下去。那所谓的撑得下去，就是谁承受痛苦的能力最强，谁就最后绝对不是输家。那撑不下去的就是输家了。很明显的，美国1个多月就撑不下去了。所以美国是彻底的输家了。那当然，有些朋友会说，美国还是维持30%啊，中国大陆只10%啊。可是问题是，那30里面的20是芬太尼的问题。而中国大陆的公安部部长现在在跟美国在磋商，但是大陆的态度是很强硬的。那也就是说，如果美国最后那20%不拿掉的话，中国有权利对美国的20%实施反击。所以为什么？因为在贸易协定里面白纸黑字，没有写有关于芬太尼的问题。好，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在这个部分，中国还是保有反击权。那您刚刚提到了有关于稀土的问题，对，白纸黑字，所以大陆的外交部才会说去看看联合声明。联合声明这次跟过去不一样的地方，并不是在于5月11号谈完了以后就当天就发布了，而是到隔天。那就代表什么？代表中国大陆对于每一个字都要仔细推敲。也就是说，中文本没有问题，但是英文本呢？因此，只要在英文的解释上、定义上有问题的，大陆一定要问清楚、讲明白，而且要录音、要做记录、要签字。最后这个文字本出来了以后，我们大家看到里面没有一个字写到稀土的问题，只谈到非关税的贸易障碍的问题。那非关税的贸易障碍，如果以贝森特的语言来说，他说，对于战略的物资，美国的政策没有变，要继续跟中国大陆彻底脱钩。这是贝森特在记者会的时候他所说的，要跟中国大陆彻底脱钩。那战略武器、战略的物资，包括半导体等，你要跟中国大陆彻底脱钩。大陆为什么不在稀土方面也是列为国家战略武器啊、战略资源啊？所以稀土已经被中国列为战略资源的话，也可以跟美国彻底脱钩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大陆没有任何白纸黑字写出说稀土要给你。结果我们看到了，在5月9号，在深圳先召开一次有关于加紧稀土的管制，而且杜绝那个违法走私。5月12号就是开完会发布联合声明的当天，7个省市7个省，然后也就是稀土的大省，还有跨部会，包括国土安全部等，全部都开会强化有关于稀土的管制。这代表什么？中国大陆对稀土的管制绝对不会松手。那玉芳委员是觉得说，这个稀土这张牌确实是抓住了美国的软肋吗？我觉得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被问的时候，他没有去否认，他只有说你们大家就看那个共同的声明，对，就知道。这就表示说他留下一个空间啦，就是说，因为这个是一篮子的角色，就是说我有很多的我想要做的事，你也有很多想要做的事，大家谈下来，稀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项目了。那其他项目如果谈得好，这个稀土可能就放松放宽，但是我觉得全面性的解禁大概会比较难，因为中国大陆也希望能够保留一些筹码在手上，不能全部都对。我如果对你全部开放的话，因为美国经过这一次以后，他会加强寻求稀土的来源。他为什么要逼乌克兰？乌克兰在打仗，你就跟人家签这种矿产的协议、稀土的协议，他们是蛮残忍的。加霜。但你可以看得出，
他就是想到他的稀土。格陵兰也不只有战略位置的问题，也是稀土的问题。所以呢，美国也在做好准备。我不想永远依赖中国大陆的稀土，我自己要走出我的路。好，所以中国大陆也会去想，我不能够一下子对你出口太多。那出口太多以后，未来出口多一顿，我的储场就少一顿嘛。所以这个大家都会去想。不过这一次我觉得最重要一件事哦，我觉得对川普来讲哦，他高估了自己的魅力或自己的能力，也高估了美国的能力，认为说他可以把中国大陆整得很惨，而美国即使会受伤会非常的轻。那整个来讲，就是他低估了全球化的国际体系里面，国与国之间是高度的互相依赖，特别是大国。你去看，表面上美国结合了西方的国家，因为乌克兰战争对俄罗斯进行非常严格的经贸的这种封锁，还有包括我说经贸，对不对？不是只有经济，就是金融这方面都去封锁它。可是我请问你，中国大陆是不是从俄罗斯还有印度买了很多石油跟天然气？你认为欧洲国家没有吗？欧洲国家也是有啊，有的是偷偷摸摸，也是洗产地的方式，在公海上洗产地，然后东西还是进了西欧去啊。要么欧洲这些国家，你如果依赖挪威那么贵的，或美国那么贵的石油跟天然气还得了吗？所以川普自己是真的是低估。第二个对川普不利的一点就是说，现在共和党已经很多人不耐烦了，因为你这样搞下去，你一下子制造太多的伤口，你知道？你现在贸易的问题，我告诉你，西部这些港口整个是空荡荡的，东部的港口也没有多繁忙。你这样搞下去的话，这些人他们要大部分都是要期中选举了，期中选举选州长、选众议员、选参议员，那我请问你，这些人怎么办？对他们来讲，连任是他们最大的考虑最重要的考虑。所以我觉得经过这里以后，以前都说是一超多强的世界，一个超级强权，还有多个比较小的强权。我告诉你，这一次就证明的是两超，或是两元，或是两极的国际体系慢慢形成了，或是快速形成了。但是的确，美国还是这两极里面比较强大的那一个，但是这个差距是在缩小的，并没有扩大。来，聂老师。是的，我觉得在一个拳击赛里面有一个拳王，他自以为很厉害，就像刚刚我们刘员讲的，高估了自己，所有人都可以被他轻易打倒，但他也知道有一个对手非常厉害，他觉得我只要耍点技巧就可以帮你绊倒，殊不知他现在已经打不过，他不知道。我现在从经济和稀土两边我切开谈，第一个，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美国是一个遇弱则强，所有人来 kiss my ass， 我多强啊，我甚至不尊重、不体面。完全不在乎人家的话语，一一的讲给人家，让人家丢脸，人家照常来，对，羞辱的讲，怎么 knees your bend 就 bend your knees， 什么跪的都来，他是这样的一个非常自信的一个高估自己的人，可他愈强就弱了，但他该死的玩梭哈的时候，他还是要把自己的牌喊得很大，觉得我还是很强，他先吓对方。我先讲一下，其实，在日内瓦瑞士这次会议Bessent 其实讲得很清楚，他有两件事，第一个他说，现在两国经济都很受伤。他绝对不是讲中国，所以他说无意让中国受伤害，那是假的，没有无意，就是要让中国伤害。那现在是因为中国已经很严重的伤害，的确这是事实。可是美国也严重，他说我们各自皆无法承受，所以现在就是经济承压的比赛。对，美国慢慢输了，慢慢输了，我再磕你更高哦，你再来我磕你1000哦，没有啦，不管不1000，经济没有意义了，反正随便喊嘛，那个意义我们讲了好几次。重点他现在根本喊不下去了，就讲，哎呀，高了是没有意义的，那个数字不会那么高啦，你来跟我谈就可以，你来跟我谈就可以，人家就是不来，就是不来。重点来了，人家还有筹码哦，先从双 B 开始，先你抛售你的 bonds 债券，再来你的波音不买，几百艘留在那边，一一退回，连弄了厦门航空 logo 都帮你送回去，一辆5500亿，吓死人。波音怎么办？这就已经很严重，那中小企业现在严重了。他现在进口呢，不买你38%在里面生产的大豆，我全部去不到巴西，我天然气全部到别的国家去买，哇，他紧张了，他未来的
农民票选也不见了，他的承压是一次又一次。现在稀土是另外一回事。我先讲一下哈，这一次呢非常清楚。贝森特讲第二件事，他说他怕惹恼中国，他有讲这句话，你去查。第二个呢，他当然也希望中国跟他和好互惠，希望中国能够把制裁带过来，因为他商品的价格上的东西也没了。这一点是事实，即便他是川普的中心内阁，我必须讲，这次遇到大麻烦，因为中国是用遇弱则弱，遇强则强，说你战争是你要引起的，不管贸易战、关税战或其他任何形式战争，我跟你奉陪到底，4个字这么简单。最后稀土是什么呢？是类似王牌，稀土是化学元素很多种里面都可以提炼出来，可以制造高精密科技，让你所有的航太军事都能够稳操胜算的东西。中国的加工力、开采力已经在世界第一。不管你蕴含量也是很高，70%多，但是今天不管你美国怎么样去做，你的加工力这个矿产已经输了，所以这时候呢，中国拿翘了，这个筹码太大了，这个筹码不会让你马上停，也不会去在这时候交换呐。现在交换还是经济利益的问题，就是把你115%降下来，打回到川普1.0版的原点而已，10%、30%就是这样子而已。重点是稀土这个东西，中国不会放。你记不记得中国当时在南韩洗产地哦？不让你到美国，又到印度，你只要买美国的波音10艘，我就帮你洗产地哦，不让你洗产地哦。所以美国碰到这个大麻烦，也想跟他谈不了，这个会是后面的筹码，是未来的底牌和王牌。对，刚刚老师都讲到说，现在就是中美现在在压力竞赛哦，看看谁能够承受压力的这个值比较高。就我们就看到为什么这样呢？你看川普确实现在已经面临到一个非常大的窘境了。怎么说呢？因为包含你看美国的药价现在赶快宣布了，因为民生物价真的是涨太多了，所以他就赶快说我要先解决药的问题。美国的药品价格要降低59%。另外，川普还说呢，我汽油啊、能源啊、食品杂货这些，我全部都要下降，不断的强调我没有造成美国的通货膨胀。那真的是如此吗？你看美国企业出现了补货潮，不管是真的这样还是预期心理哦，大家开始抢货。美国的企业呢有90天大囤货，尤其是中国大陆有2个产品哦，赶快的要来大量销往美国，因为大家很担心接下来都要涨价了。好，那另外呢，美国时间12号啊，你看这个美国家电厂商哦，他们也赶快动作哦，像是咖啡机啊、冰沙机啊这2个东西哦，先赶快背送到美国，因为这在公司行号一定要用的嘛。还有呢，你看卡达啊，现在馈赠这个豪华客机哦，结果呢，川普的盟友啊就说这是川普政府的污点呢，我们不能够接受这样穿着西装的圣战分子哦，说要就送你这个4亿美元的礼物哦。好，那川普也怒呛哦，他说我绝对不会接受这样子的提议哦。他说他不想要免费非常昂贵的飞机，他说这个蠢蛋啊才会不收哦。好，那你看呢，这个川普现在看起来跟自家人啊这个态度啊就是10万8千里的不一样，但是川普自己呢家族却是赚饱饱。你看这个共进晚餐啊，川普 fans 哦，他们这个买迷因币前220名的买家一共就砸下了45亿元，就是要来跟川普一起吃一顿饭。另外是呢，你看川普家族他们的比特币事业也是大赚一波，12号甚至还宣布说计划透过合并就要在纽约的证交所来上市了。好，4月份的时候，当时就已经有外媒曝光，川普家族在还没有实施全面监管之前哦，他们就已经全面插旗加密货币的领域了，在光是账面获利哦，就已经高达10亿美元，还不说到了现在已经过了1个月时间，搞不好还更多了。好，美国的这个经济学者，他也是诺贝尔的经济学家，他就说，如果我们是一个严肃的国家的话，那其实川普啊这种加密货币的腐败行径哦，早就应该要被弹劾、被撤职了。你身为总统，怎么会在炒这个加密货币呢？可是呢，川普呢在经济方面自己家族赚钱哦，对于非法移民却是呢非常的严厉哦。好，今天发布的数据就显示说，川普在第2任的任期，他是用军机来遣返移民，成本呢每小时来到26277块美元，相当于新台币80万元哦，总花费相当于新台币6.4亿哦，就是要把这些移民赶出去。好，可是美国呢，除了自己的内忧之外呢，后院现在也很担心了。经济学人就指出说，美国和拉美和中国的经贸关系啊持续的扩张，民调更显示说，在拉美当地
对于中国的好感度飙升，所以呢，美国和自家后院关系恐怕会在这场地缘竞争当中节节败退。好，我们看到确实有一个中拉会议在今天北京来举行了。习近平呢就说，我们在关税贸易战当中是没有赢家的，所以中方愿意跟拉美一起来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好，王毅呢甚至直言说呢，中国对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投资呢，不会附带任何的政治条件完全就是配合他们的需求，还说呢这是配合他们的发展赋能。反观个别大国，虽然没有点名当然大家都知道是在讲谁。他说，在拉美地区的所作所为却是只带来负面的能量好，赖老师怎么看？现在川普是四面楚歌了吗？川普对于全世界都课关税，钢铝、汽车对于加拿大跟墨西哥还有大陆还有芬太尼非法移民，然后再对等关税10%。哪有说国内物价不涨的道理？你全部都课关税，美国又是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所以你所有的产品进入美国的时候都要课关税，而那个关税都是进口商吸收，连美国的财政部部长都不敢说这个不是美国吸收，因为川普说不是美国人吸收，但是大家都知道是进口商吸收，进口商吸收就转化给消费者嘛。可是当记者问到贝森特的时候，贝森特打死不说这是出口商吸收，因为很明显的就是进口商吸收。那这样的情形，当然物价就上涨嘛。可是问题是，川普最不应该的是在哪里？他把他的国防经费从8000多亿提升到1万多亿美元，那提升到1万多亿美元，一架飞机也不过就4亿多美元。如果美国的总统真的他的飞机老旧了，要汰旧换新，美国的国防预算绝对有能力去支付美国的空军1号的汰旧换新，更何况他的空军1号是可以飞的。川普他想的不是那一架飞机，他想的是他卸任以后他要那一架飞机，这个才过分了。你怎么可以把他因为你是美国总统而送给你的礼物，然后他脑袋想的却是说我卸任以后这是我个人的礼物，然后我把它带回家，这是不可以的。你等于是变相贿赂嘛，这个当然会引起美国的国内，不管是在野党或是甚至连执政党都会觉得你这个已经超过了，而且呢拿人家的手短。那你今天拿了别人收了这么高的钱，他会要什么？你要不要支付？你要不要到最后要给他？这个部分里面，我觉得川普在这个部分真的是做错了。他真的是一个这么大的国家，然后这么富有的，他怎么可以贪这个小便宜？只贪个人的便宜。一旦他个人，而且他的家族已经在他任内上来100多天，已经捞了不少钱了，已经光明正大的这样大捞特捞这些什么川普币啦，什么各种币，他已经捞了不知道多少钱，他还想再去捞这架飞机，我觉得这个对于美国来讲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拉丁美洲最近因为开会是开2天嘛，部长级的会议，那有很多的元首，像巴西的国家元首，像这个哥伦比亚的他们的国家元首都到了中国大陆去。那习近平去这个部长会议的时候演讲，就提出中国跟拉丁美洲的未来的关系。目前中国大陆是拉丁美洲的第1大贸易伙伴，不是美国了，过去是美国，现在中国大陆已经取代美国。那所以大陆对于拉丁美洲的影响力已经高过于美国的影响力。美国他现在对拉丁美洲采用的就是霸道嘛，也就是他看上巴拿马运河就想把人家抢走，他用抢的。然后对哥伦比亚或是对于这个拉丁美洲很多的国家，他就直接就武力就进来了。中国大陆不是，他的5大工程，这个5大工程建设是3年内要完成。这代表什么？代表党政的交流要是体制化了，然后发展建设，一带一路要体制化，还有一个就是大量的培养讲中文的老师，还有大量的那么派遣留学生到中国来留学。我觉得中国大陆对于美国的后院的经略经营已经是非常台面化了。对，这可能会导致美方在这个地缘政治节节败退嘛，玉芳委员。
对，因为对中国大陆来讲，拉美地区哦，本来在它这个立国之初，它就极力争取的亚拉非啊，这些所谓开发中的国家，它就拉拢这个，因为它被围堵嘛，它要这个，而且跟俄国后来苏联也叫俄嘛，所以他认为这些国家是他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争取的对象，这样。那中国大陆后来呢，我这个比较具体的看法，美国对中国大陆在它的后院的这样的一个加强经贸啦、外交这种合作，会不会很介意？当然是很介意。你看，这是为什么巴拿马的问题会这样子的严重，对不对？为什么李嘉诚的这个他们的公司在巴拿马的这个港口要卖出来？当然还加上其他世界上很多国家的这种港口，它一并卖出去了，特别在欧洲的。最重要就是美国认为说，这些虽然是私人的公司，香港的这个商人李嘉诚的公司，但中国大陆绝对有影响的能力。对他来讲，巴拿马运河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命脉，对他来讲是大西洋通往这个太平洋的最快的这样的一个水道，所以他要去逼这个巴拿马这个要把这个港口要收回，而且呢，希望能够允许他去驻军啊等等。他最主要目的要对付的对象就是中国大陆嘛。他觉得中国大陆在拉丁美洲拓展的速度、拓展影响力的速度太快了。比如在秘鲁建这个港口然后呢，他也有成立这个所谓的卫星的这种追踪站在这个拉丁美洲。所以对他来讲，你就威胁到我，而且俄国只有争取到一个古巴，了不起是个古巴，跟他比较亲密。可是中国大陆的那个经贸的力量太大了，他跟很多的国家都可以建立很亲密的关系。比如说巴西买你的大豆，那阿根廷买你的牛肉，然后秘鲁我帮你这个建这个港口，所以他的经贸是他最大的后盾，不纯粹。我认为不是军事的力量，其实中国大陆跟拉丁美洲的军事的关系，我认为还是很薄弱、很脆弱的。它主要是它庞大的市场，中国大陆提供的市场，比如巴西的黄豆，这个阿根廷的这个牛肉，还有像秘鲁他们的什么，包括什么蓝莓啦、洛梨啊这些东西，它提供很大的市场。而这些拉丁美洲这些国家，坦白讲，经济上都不是太成功。他们就急着到处去找市场，来这个加强他的这样一个外销，所以很简单，他跟美国买了很多黄豆嘛，那这个大家既然前阵子大家闹翻，他就跟巴西采购更多的黄豆这个牛肉也是这样子啊，所以对美国来讲，中国大陆的确是一个他成为世界的霸主以来这么多年以来。是最头痛、最认真要考虑、要对付的这样一个对象，否则巴拿马问题，小小一个巴拿马的问题，为什么搞得这个样子？最后看得出，在美国的战略家，在美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执政者，在心目中，他们是视中国大陆为最大挑战者。你已经进入我的后院了。来，念老师怎么看美国的内忧外患 ？OK， 那个这一次我们讲时空背景真的不太一样现在川普呢，还用过去他最欣赏的总统人 Reagan 嘛，在1980年代，他很多政策是学他的，包括 MAGA 也是从他那里话语套过来的。他还沉醉在美国当然美国还是 Great America 没错，但他在国际间的分量、力量已经大不如前。我们光看好多事件就知道，俄乌战争，我说要马上停火，好，我现在100日停火，请问结果如何？没有啊。你今天以哈战争，你动作了多少？也没有啊。印巴战争，你今天一开始说你要让它停，然后后来又说跟你无关，现在又喊了说，你们两个要停火，要不然我不跟你做贸易。他现在只能在旁边敲边鼓了，有一点是这样。其实他是有力量，但他发觉他现在每次进去的时候，都发觉得不到他要得的结果，反而更难看。就像这次我听说，就法国现在希望印度不要再把他们的标风、阵风再拿出去飞一样，要不然你打掉就很难看，所以他也不敢再去不断的去说我要做这样，我要这样。他发觉他的不对了。还有包括 Miron 在那个所谓的你知道这个拉狗这个Accord 这个所谓的
我们讲海湖山庄协议里面想学广场协议，要别的国家升值，的确。我们的确升值了，可是能升多少，我是质疑的啦。所以，请观众也当然不一定要完全相信我。美国的实力已经不像过去能够叫别人做到美国、日本从260升到120就升120，不可能。所以当时呼声台湾升到13.3，没有那么严重。现在有点太急升，有一点就是像挤兑一样的模式。还有，我先讲一下，就是这一开始这边讲到说，这次呢降了115%，现在好多的产业开始急着买货卖货，有没有？想卖的卖，想买的买。就开始有随时大个囤货，囤90天。请问90天以后就会又开始回来吗？这不一定，请大家也不要那么急。当然更不要急是短波的金融操作。当然大家知道，一降低115%，大家昨天我学生到我家就是老师明天一定大涨，说当然会大涨，但就涨1-2天嘛。所以这个东西很明显就是人云亦云，就是人跟着走的嘛。就我们叫herding这个 effect， 就是羊群效应。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非常清楚看到一些事实。我先讲最后一个，就美国的实力哈，拉帮结派、呼朋引伴是两国大国都想要的。从2003年11月1号，当金砖4国被99号公报公布出来之后，其实我们金砖这个 BRICS 4个国家被大家看到。2019年开了金砖会议之后，在2021年加进南非成5国之后，后来就在那时候成立了 G20的会议了，拉进来包括欧盟国家。这时候每次开会就是2个国家，从2021年到现在都是 G2。只是现在的 G2 不是以前美国说了就算，那只老鹰就是力量比较大，就是喊到龙会稍微的让一下。现在龙已经就是我们讲这次就1.0版受到的伤害，在2.0就猛起来说我要奉陪到底。所以这次呢，我觉得大家这个眼睛也看得到。但是在这10-20年，我讲20年开始到现在，大家都知道全世界贸易就分2块，从 RCEP 大家知道以中国主导。美国这个奥巴马呢，就快点有没有？他2008年选上之后，到了亚洲来哦，从西方到亚洲重启 TPP 这件事情，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当然川普把它退了，在1.0版，但日本把它承接，有没有？从12国变11国，他来承接变主导，没有用啊。但不管怎么说，还是2大块，有没有？有一块就是中国在主，就是当时从东协加1开始的 Agent Plus One 开始。那美国现在一定会希望能把中国压下去走。但是没有想到，这次川普关税贸易战一打，其实国际的都是有眼睛的，看到了美国川普的 over 的行径啊，包括不管我们讲卡达买这个飞机，这也是 over 行径，或者中国的稳步前行，非常清楚。因此你看这个慢慢一步一步，因此中国用互惠的方式跟各国谈，在东南亚也好，在中欧也好，甚至刚讲拉丁美洲，最近在胜利日俄国的5月9号胜利日所看到的，你也看到巴西，看到哥伦比亚等等，刚才讲到阿根廷，你就知道了，这时候未来的拉帮结派谁会赢？所以川普的 over 行径如果再继续下去，再强的美国霸权也可能会慢慢失落。老师先帮我们预言哦。好，接下来带大家来看呢，是在印巴的冲突。我刚刚其实有先提到了印巴冲突哦。好，在现在呢，终于是暂时的停歇了，但是呢，讲是暂时，因为也不知道接下来会不会再重启战火。不过至少呢，在宣布停火之后，你可以看到印度也证实说，确实呢，整个攻势是稍微停止之后呢，他们重开了32座的机场，马上啊，这个效应也反映在股市上哦。你看，印度跟巴基斯坦的这个股市呢，都在5月12号强势上涨，尤其巴基斯坦呢，是一度指数飙升9.2%，创下了2008年以来的一个最大涨幅哦。好，另外印度大盘的这个指数呢，也同样都是上涨的，那接下来可能还会持续来有更大的涨幅。不过呢，你看印度哦，很多的媒体呢，他们都援引了军方的讯息，说印巴军事行动总指挥哦，是因为在5月12号进行了电话的谈话之后，讨论了停火承诺，那双方是同意互不采取侵略性敌对行动或是一枪不发，而且呢，考虑要立即进行确保减少边境和前沿地区的驻军。不过，当然这对人民来讲至少有停火嘛，可是好消息。难道现在莫迪是把它变成丧事喜办吗？我们就来看哦，莫迪呢，他现在就说，目前只是暂时停止军事行动哦，接下来赶快呢站出来哦，这是他在冲突之后第一次的公开演说哦。5月6号呢，我们就来还原一下，印军呢是瞄
瞄准了巴基斯坦的境内恐怖基础的设施，以及印度的行动呢，当时是让巴基斯坦相当的震惊的。那在印度军队呢袭击之后啊，巴基斯坦5月10号有主动联系提出停火的要求，甚至也向全球来求援不过你看印度呢，接下来是不是要来封锁更多的账户呢？印度开始加强资讯管理了吗？这是为了要稳定民心吗？不过你看巴基斯坦呢，现在就是大动作因为他们把所有的作战细节就是我也没有在怕你知道，一次的公开你看包含像是这个联合作战指挥室的内部照片啊，它就是要告诉你说我们已经是很高度资讯化、科技化了。好，那另外呢是你看到还有这个标风战机巴基斯坦呢就公开指出说，印度先发射空对地武器之后那他们呢也随即就有反击的动作，把原先的贺祖升级呢变成是确保击杀目标可以避免他们的损失，而且呢首要的目标就是锁定印军宣称可以改变战场的这个标风战机他说最后还真的成功击落了3架。那煞有其事还公布了这个空战的细节包含说呢在12点10分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的集结出动了2分钟待命战机。另外呢在过了13分钟之后随即就升空就位，相当的详细而且巴基斯坦还在记者会上直接公开了他们截获的这个印度标风战机当时编队的通话录音这作为说他真的有拿到一些战果的一个证据就我不是空穴来风是真的有凭有据的。好，巴国的空军发言人就说你在这个对话当中呢就可以听到印度的军队是有多么紧张当时你可以感受到他的惊慌失措，这当然也是要强化自己的士气啦。好，那巴国确实现在看起来空战的实力巴加可能对他本来也是会觉得有点担心，不过现在看起来是不容小觑。巴基斯坦呢把预警机作战飞机变成是一个完整的作战体系这个等于是我发现你就立刻摧毁好，那其中就可以看到歼14战机呢发挥了一个舰战优势那也搭配了霹雳15导弹，就让这个针对印军高价值的战机来实施打击，所以也让印度的战机呢是雷达频频遭到干扰，甚至出现讯息中断的状况。外媒就分析说，在这一场空战当中凸显的是体系化跟超视距作战，因为过往呢，你可能说我要看到才能够进行攻击，但是如今呢，战场的风貌已经变成这种，我可以用很远的一样能够来进行精准的打击给取代了。他还提到呢，这是所谓的超视距作战的方式来取代过去的整个战争模式。好，我们就先请教赖老师怎么看？巴基斯坦在这一次确实没有意思要跟印度打仗，没有这个意思。因为他认为4月22号的恐怖主义的攻击不是他做的，也不是他跟他的情报单位受益的，所以他一直主张要联合国那么直接成立第三方来调查。那印度是想要打，所以一方不想打，一方是要借这个机会要打。结果不想打的被迫反击了因为他等到印度由空中对地面发动攻击之后，他开始进行反击战，所以他已经有了这个战场的一个正义性，就我们讲的正义之战，因为他是被迫反击。那一旦要反击的话，那当然就要挑他们最强的战机打，就是阵风战机。印度的相关的空军的部门的负责人，他们有宣布说，他们本来还可以打掉更多的，但是他们并不想造成太大的伤害，所以他们是要嚇阻住印度，说你打不赢我的，退吧。那印度想打的时候，结果打得自己头破血流这次被0-5还有一架无人机就是0-6被很 K， 这个对印度来讲颜面无光，而且对飞行员来说形成了极大的恐惧这个最终的结论在哪里？是因为我们看到巴基斯坦的总统在对全国人民发表演说的时候，特别强调说他要感谢中国，没有中国的协助帮忙，那么他们印度不可能巴基斯坦不可能有这么漂亮的战果。那整个原来是中国大陆卖给巴基斯坦的是系统性的武器，而印度像法国还有俄罗斯等这些国家跟未来的美国因为美国也要卖武器给印度了，例如说 MQ9 无人机美国已经卖了，那他们是买的是一个平台，
那为什么说系统性的武器跟一个平台不一样？大陆卖给枭龙战机的时候，它是含预警机也卖，枭龙战机，歼10C还有枭龙战机是中巴合作的。另外还有就是红旗的导弹系统，红旗的导弹系统的侦测能力是更远的。空中预警机是从空中去侦测更远。他们2位就是2个负责什么？初始阶段，也就是发现对方的目标，发现以后就是把对方锁定，马上透过数据链提供给在高空飞行的这个歼10C的战机。那么高空飞行的歼10C的战机，它的雷达那么接收到这个数据链以后，它就负责中段跟末段的攻击了。也就是说，发现敌人，数据给他，他锁定对方，他开始进行攻击，所以它是超视距的，也就是145公里，甚至到150公里左右，等于是台北到苗栗吧，那人眼都没看到，就发射导弹了。可是不要忘了，它的导弹的飞行速度是4到5马赫，每1秒钟跑13.5公里。观众朋友，那哈法了就是阵风战机根本没有几秒钟的反应时间。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再加上电战机的一种毁掉他们的这种防卫系统，那当然阵风战机被打得很惨嘛。对，这个战争当中，你看到巴基斯坦的空战实力。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玉芳委员怎么看说印巴冲突现在好不容易终于暂时的停歇？我觉得这个是每几年就会发作一次了，就是克什米尔问题嘛。克什米尔问题你没有办法解决，因为你印度占领了克什米尔很大的一块，那这一块里面的人大概70%到80%是信伊斯兰教的，那这一些人跟巴基斯坦的那些的人信的是一样的宗教，他们有很多的关系，所以巴基斯坦也没有办法完全撇清那个所谓杀掉26个观光客这个事情嘛。因为克什米尔那些反印度的势力，他在血缘上，在宗教上，他当然一定会找巴基斯坦帮忙。对巴基斯坦来讲，他们也是个棋子嘛，所以那个要完全撇清关系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就像阿富汗的这个政权跟阿拉伯国家，你多多少少都有关系嘛，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你现在他讲暂时停止这个军事行动，这个莫迪讲这句话其实是很实在的话了，他暂时停止不得不停止因为再打下去他也没有赢的信心何况因为美国出面，中国大陆也出面。他也好歹卖个面子给人家，然后就找下台阶下来。但是以后的冲突，这个因子种问题还在那，因为本来印度所托管的，也不是托管，他现在所占领的克什米尔这个地区本来他们享有相当大的政治的自主权，谁把他们给这个权利收走了？就是莫迪嘛。所以他们对莫迪当然非常痛恨嘛。这个权利还给他们以后，他们的仇恨心才会下降，但是还给他可能性是0嘛。这里可以预见的一件事情印度会不会就此罢休？不会，他会加强他的军事的现代化，只不过法国、俄国会快速的退出。未来他的军事现代化主要力量会来自美国，美国会告诉他，你靠俄国没有用，你靠这个法国没有用，他们的飞机这次。你们的飞机都被打了，所以你未来就只有依赖我，我来协助你们，就这样子了。对，所以接下来风波可能还会持续不断。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聂老师怎么看巴基斯坦这个大秀肌肉？大秀肌肉，这是真的很精彩了。我们讲印巴之后的后面，我们讲有人说中国它这个没有实战经验，所以它打不了仗。
结果这次呢，巴基斯坦当然就讲得非常清楚，说这次呢还好拜这个中国在后面军事武力之赐哈，使他们有现在这样的一个战胜的这辉煌成果。但我必须这样讲一下，就是说，因为我觉得这个中国就像躲在这个健身房里面不断勤练身体的一个原来很标瘦的这个小孩，就后来大家不知道他走出了健身房之后，一脱了西装是这么的肌肉这么雄厚，叫大秀肌肉。对。好，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不打不知道，一打才知道。这次一打才就发现到，不管是歼10、C1，或者是这个标风，其实在大家认定都是所谓的什么，也就是我们讲说这个空战机的4.5代或4代诸如此类的。但要讲说它的性能到底谁是不是歼10一定比较强，我不敢说。但是我觉得中国是配套它后面的 AI 科技，因为它现在强调它有北斗的这个精准的定位，还有 AI 的精准打击啊，它在攻击上非常强。防治上它也非常强，所以它有天网的智能防空。所以你知道这边就有人提到说，这次有所谓的超音速的飞行，以及超视距，它很远，在140多公里就可以锁定你，给你电子身份锁定就帮你打了。